我们来到了越南的惠安古城，这里是当年去海外的华人最早登陆东南亚的地方。历经400多年，已经有第8代的华人，他们大都已经不太会说中文。今天我们在一起探寻华人在此生活的痕迹。今天要退房前往惠安。你们是有中文学校，还是说大学有上中文课？没有。哦，自己另外学的。是。那要去惠安了吗？对，订了用软件订了票了。好，晚上10点发车。好，12点才到。谢谢啊。走到车站有700米。其实岘港跟惠安这2个地方是距离非常近的，才24公里。如果是2个人的话，就打一辆车过去。那我1个人嘛，就还是坐公共交通，打个车过去可能就80块钱左右。如果是坐小巴的话，我这个小巴买的票是36块钱。这家咖啡店每天晚上都有好多人哦，而且每天晚上的歌手都不一样，每天晚上这么像开一个小型的演唱会一样。到了这里看到了好多大巴小巴停在这儿。它这个软件上面没有写车牌号啊，我不知道是在哪里耶。朋友们，你们猜怎么着？那个巴士公司晚点了，要11点才到。然后我驮着大包小包，我不知道去哪。哎，满大街找一个能休息的地方，走了好久。没吃的呀，好多吃的店都关门了。现在这家是卖衣服的店。满身大汗的我，乐观一点，但减肥了，实在不想再走了。咱们就坐下来喝点东西。他们这儿很奇怪，卖咖啡的店都不卖吃的。现在继续走去车站，希望那个司机准时到。有时候旅途就是有这么多不确定的东西，这么多意外。哎，大晚上的还在路上走，还没到下一个落脚点。China. Yes. 终于坐上车了，等了1个小时啊，朋友们，晚点1个小时。关键是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现在时间是11点，我不知道几点才到那边。到惠安了，现在要给司机钱，一共是12万。现在时间都已经快12点了，然后走到我的青年旅馆。哇塞，惠安这里好古色古香哦。又是走在荒无人烟的街上，大包小包的，半夜12点，看这些房子特别古老，全是黄色的。这里有个教堂。惠安还是印象中那个样子，它跟越南的很多地方都非常的不一样。至于为什么不一样呢？请听后面分解。惠安这的很多古迹都是中文，这跟岘港的热闹简直就完全不一样。就怕这个时候突然间窜出一只狗来。不妙，我听到声音了。赶紧走。好安静啊，我怎么感觉好舒服的感觉，我好喜欢这种安安静静的感觉。OK， 我的青旅到了，就这一家。先公布价格吧，免得总有人说我要吊人胃口。这个1个晚上是32人民币含早餐，但是看样子因为它是古城嘛，肯定是没有游泳池的，游泳池的在海边。哇，它的公共区域还挺大的，可以，就是我明天给你们剪视频的地方。你们想象一下，我猫在这里剪视频的样子，不妙，这里面怎么1个人都没有？我叫了2声，在这边发现了。OK， 拿到一个浴巾，一个房卡。我本来不是想订这间青旅的，我本来订的是另外一家，但是另外一家很奇怪，就是它的价格奇高无比，一个床位大概是人民币300多。我觉得他肯定是标错了，但是自己不知道。如果这边不 OK 的话，咱们明天换到那边去。
青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啦。我想十有八九明天是要换一家青旅的。哎呀妈，今天真的是累死了，累死了，累惨了，累惨了。好了，今天先这样吧，明天呢要去看一下新的青旅。拜拜。今天呢是在惠安的第2天了。今天白天的时候呢，我就剪了一整个白天的视频，准备搬去另外一个青旅，因为这个青旅怎么讲呢，也挺好的，30块钱，然后包早餐，那个早餐还挺丰盛的，自助的。其实我更喜欢惠安这里啊，就是像传统民居里面的那种房子。这一家在惠安这边据说非常火爆，刚好路过的时候看到了一家。他们对我的设备非常感兴趣。哦，对，不得不说，咱们国产品牌真是越来越厉害了，中国产品牛逼了。现在，我刚才本来想吃法棍的，然后后面他告诉我关门了，咱们还是另外寻觅吧。虽然人不多，但是我饿了。刚才我在外面看到他们这里的价格还可以，然后惠安这边有一个非常传统的面条叫高桥面，看看惠安特色高桥面，放眼望去好像没有肉，好像都是素的，豆腐上面有点脆脆的，估计是这个面的材料比较特别一点，跟粉儿不一样。惠安特色馄饨，他们叫白玫瑰，6个馄饨人民币18块钱，还是有点贵的哈。刚才说要挤点柠檬，然后拌一拌吃。跟越南的其他的粉不一样，它这个面是有点 QQ 的，有嚼劲的，像啥呢？像干拌的乌冬面。来，你们也吃。皮跟我们的馄饨不一样，它的皮是 QQ 弹弹的，有点像虾饺的那个皮。整体来讲，我觉得不算踩雷，但是也不是非常好吃。目前越南菜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是粉薄，就是牛肉粉，另外一个是春卷，就是自己卷那种春卷。绿了，看一下是不是特别有民宿的感觉。嗨，哇，干净整洁啊！啊 ，so nice。Yes， 这是卫生间，非常干净。啊，这是里面的房间，看了吗 ？Do you have roller bed? You can use the locker. Do you have roller bed? No. So today we don't have. Just up. Yeah. Okay. Yeah. Tomorrow we can move forward.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Enjo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Use the Wi-Fi. Wi-Fi password。哇，来到了新的青旅。这间青旅呢，虽然说是不是算非常高级啊，但是有家庭的温馨感。它不是那种很大很大，开了好多间的那种。还有一个我剪视频的工位。但他们这边大部分民宿啊，离这个古城区还是有点距离的。今天我走过来大概是1.2公里左右，也还算可以哈。每天走一走，锻炼身体，要减肥嘛，对不对？这里真的太像咱们中国了，连房子上面字啊都是中文。我是小林，现在正在旅行在越南的惠安。惠安可以算是越南这里特别像中国的一个地方了。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呢？还得从几百年前说起。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时候，东南亚有2个重要的港口，一个是惠安，一个是马六甲。惠安当时的地位是跟马六甲差不多的，因此就有大量的华人来到这个地方定居经商。惠安的很多古建筑上都是中国字。当时来这里的除了中国人之外，还有日本人，当然大部分是以中国人居多。
当时的政府就允许过来的华人，这里的街道啊、建筑物啊，可以根据他们自己国家的风格去建设，所以这个整个小镇啊，就看起来特别的中式。咱们找一个高处往下看，这里的老房子真的是特别多。这里的老房子呢，大部分都会被改成餐厅、咖啡馆或者是酒店。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老宅子里面，这个是已经被改成咖啡馆了。然后我们到它的楼顶去看一下，这个咖啡馆最著名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楼顶的一个景色，可以看到整个惠安。哇，是不是特别像中国？其实很多人说它很像丽江啊，那其实我觉得它跟丽江的建筑风格有点不太一样。哇塞！你们敢相信我要在越南吗？惠安这个地方啊，跟越南的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你可以说它特别像中国，因为它是早期的华人过来生活经商的一个地方。我们说一下在惠安古城里面，为什么这些古建筑保存的特别多？因为在东南亚这一带嘛，就是历来都是战争不断的，可以保存如此完整、如此规模大的一个古城，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19世纪末的时候，惠安这里啊逐步没落起来，在它隔壁的就是30公里以外的岘港，就是我们上一个城市去的地方，成为了19世纪末的一个重要的港口。那这里呢，因为河道的淤泥堆积，渐渐啊被废弃掉。也就因此免受了战火的洗礼。等到人们看到惠安这座古镇的时候啊，就被保护起来了，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所以现在游客可以游览这一座古城啊，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很多人过来惠安这边旅行，就基本把它当做一日游，从岘港过来当天往返。其实呢，我是建议在惠安多住几天，来慢慢的去感受这座城市。咱们这次东南亚之行啊，会经过几个国家，一个是越南、马来、新加坡和印尼。最重要的就是想要去看一看中华文化在海外扎根的一个情况。这里呢，也曾经是华人第一个来到越南的一个地方。在惠安楼顶上发呆也是蛮舒服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看到了一个华文学校，它这边招收汉语水平考试的各级学员。看一下啊，不知道里面让不让参观呢？我们不知道现在在越南的华人或者是在惠安的华人，现在还能不能说中文？但是我今天走在惠安的街上啊，就在这边发现了一所华文学校。这所学校特别古色古香，也是这种黄色的建筑物为主。连教学的上课的地方都是黄色的，只有1层的小平房。在这个墙上还刻着孙中山遗嘱。你好，你好，你好，这里是华文学校吗？对。哦，我中国来的。中国来的。对，可以拍一下你们这里吗？可以。来旅游啊？对，来旅游，但是我也对这个就是中国人在海外特别感兴趣。啊，我们是越南的华人。以前是哪里的？我们的祖先是中国广东。广东。第3代。我福建的。福建的，这里有福建会馆，我知道。待会儿我要去看一下福建会馆。这里只上中文课吗？对，这里只有中文课。那现在这里的这个华人有多少？在惠安大概2000多华。2000多华人在这个惠安。惠安，我们这边的教每一个星期的，晚上的我们有夜学班，给一些人做已经工作了，已经高学生的，他读就是说已经工作了还想再学中文的，然后再读日班的。现在你看他们就是在这边的读小学。他们学中文是他们自己另外学的，还是有规定要学的？不是，没有，他们自己自愿的，好像一种外语的嘛。你喜欢读英文、中文、法文，随便。在惠安的大部分华人现在都还能说中文是吗？不会啦。一般的是老人家。老人家会说。年轻的。他们不会讲。中间就不太会讲。对。很少。可以参观一下。参观一下，我看一下。这后面是宿舍吗？还是什么？这也是。前面是中华会馆。前面是中华会馆。这里的中间的是陈府街的。
有5间华人会馆呢，你去过了吗？广没有，待会儿去。福建的、海南的、潮州的，那中华会馆是所有的。对，它是所有的一个总会。总会哦，好，那我参观一下，谢谢啊，谢谢。刚才在这里遇到了一些华人老师，然后了解一下这里的大致情况。在惠安这里有2000多个华人目前，然后呢，大部分呢都已经不太会说中文了。看一下他们在上课啊，我们尽量不打扰他们。我明白了，这个是做公益，所以他们给他立了一个碑。他们在上课，学生的数量不是很多。我们看到这个华文学校，它比较小，大概也就2、3间的教室。那目前正在上课呢，就只有1间教室。学校后面是中华会馆，我们顺便去中华会馆那边去看一下。这里的整体的建筑就非常的中式。哇，像1秒回到了中国。看一下中华会馆。这是一个礼堂，礼义廉耻，公有公治公享，民族民权民生，天下为公。这是一些烈士抗战的遗像，哇，这些家具非常的古老。来到这个中华会馆之后，我感觉中国文化的东西在海外被保留得非常好，这让我直属有一点惊讶。早期过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之后呢，逐渐的形成了几个帮派，比如说像福建帮、像潮州帮、像广州帮这几个帮派啊，随后又分别建立了会馆。那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就是福建会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惠安古城买门票的地方是在这里。如果你仅仅只是游览一下古城，你是不需要买门票的。就是如果你是要参观这些会馆啊、这些老宅子什么的，你就需要买门票了。我们来买一张门票，一张门票是12万，也就是36人民币。Hello, one buy the ticket? one. Yeah, 120,000 Hong Kong. And with the ticket, you can visit 5 places from live here. I will show you. This just today or tomorrow it's okay. For 3 days. 3 days. 哦，它是3天都可以用的。 Or the welcome temple to one of them. And one play into the here. One of five. I see the one color. Yeah, Choose one. And another 3 play. It's up to you. Okay. Yeah. Okay. Thank you. 它这个门票啊，就是有点复杂。它不是说买了12万，36人民币你就可以任意的去，而是呢，它这里边有标出了几个景点，在蓝色跟绿色的景点只能选择一个，其他的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那一共是可以看5个景点。咱们现在先去福建会馆去看一下。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福建会馆，它是这几个会馆当中啊，就是最古老的一座。我看到这个福建会馆，我特别的亲切，因为咱本身也是福建人嘛。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它就是扫这个门票上的2维码就进来了，已经代替了传统的检票。门口这个非常的漂亮啊，而且上面有3个字“金山寺”，这边还有福泽八闽威仪什么什么，看不清楚。其实他们这几个会馆呢，就是里面供奉的神仙可能是不太一样，因为福建嘛，可能就是以妈祖啊为主。这上面有一些塔香啊，这个塔香上面都挂着一些愿望，这个塔香一个可以燃烧30天左右。这上面的文字也是有各国文字，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印度的，这我看不清楚是哪一国的文字，挺多的。但是呢，中文还是更多一点。这里的中文大部分啊，还是以华侨会更多一点。台湾的也挺多的。福建会馆是最雄伟壮观的华人会馆，它也是最早的华人会馆，建于清康熙年间。恩泽四海。精诚团结，这个房子也特别的古老啊，是用黑色的木头做的。但是这里的介绍呢，却只有越南语跟英文。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啊，是惠安这边最古老的一个中式的一个老宅子。这个房子呢是建于17世纪末，也就是最开始来这里的华人所建造的。
古宅啊，300年了。古宅300年。他第一代的福建人了。福建人，我也是福建人，第一代。对。您是第几代？我爸爸6代。6代。第4代。7代。就在这里。哦。8代。我的女儿那些港学中文的。都住在这里吗？对，住在这里。哦。日本的风格，车机人了，5个金瓜，金木水火土。哦，日本的风格。对。对，中国的风格。哦，这个宅子里面是融入了中国跟日本2种风格。红木。红木。石头白乌白羽啊。这个是也是有300年了吗？凉快呀，300年。哦，天庭。屏风啊。哦，300年的屏风。哦。洪水的淹水呀。洪水就是哪一年淹到这个年份？哦，这里是有经常发洪水。对。习习收去是高山流水我牙情，金风明月光景。一些中国的一些故事，这个是三顾茅庐，这个是以前的他们的厨房。它这个房子有一个大的特色，就是所有的木头都是用红木来做的。门上有2个红色的东西，他说这是2个眼睛，灵魂出门的意思。从哪里来？福建。啊？福建。福建。啊。我也是福建。你也是福建的？晋江。晋江，哦，福州。福州很近了。您是这里的第6代是吗？哦。你会讲福建话吗？会讲。你会讲福建话吗？不会了啊。我刚才得知了这个最古老的宅子，它原先呢是福建人过来建的，古城别有一番味道。街上的游客瞬间少了，才下了一会儿雨，这里的水就已经涨起来了。没一会儿呢就可以开船了。No, I have。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叫日本桥，它是很多年前由日本修建的。因为当时啊，在惠安这里不仅仅有中国人，还有日本人。后面的这座桥呢，就经中国人重新修建了一下。我们上去看看吧。虽然它正在修建，前面就是这座日本桥，它现在正在修建。这个是日本桥上面的部分。基本上都已经全部再拆出来，然后重新的再翻新。这个日本桥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来远桥。日本桥上看到的惠安的夜景挺好看的，虽然现在下着大雨。当时在惠安这里啊，中国人是占大部分，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日本人。现在这呢只有一些老照片可以看了。原先这个桥上面啊有2个生肖，一个是猴，一个是狗。它是建于猴年，完工于狗年。在越南啊，他们也是有12生肖的，只不过他们没有兔这个生肖，他们是猫。你们要是来惠安哦，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惠安的夜景，特别好看。你们看我身后，非常多艘船行驶在这个河上。下雨啊，怎么办呢？咱们先找个地方吃东西吧。咱们就随便找一家吧，这家看起来蛮 local 的。而且看起来价格也不是很高。我们吃这个吧，这个好像是惠安的特色 ，this one， 就这一份要人民币9块钱。这是一根香肠，然后这是白玫瑰，这是红玫瑰，他们这的特色小吃啊。白玫瑰里面有点像是芋泥类的东西，它这个汤汁还是有点辣的。红玫瑰里面我估计是虾干，它外面这个饺子皮是那种 QQ 的，我觉得一般般，说不上好吃，也说不上不好吃。如果它的里面是新鲜的虾肉就好了。现在在秋盆河上面行驶的非常多艘游船，这些游船呢都是提供给游客做一个游船体验，另外呢还会放一些水灯什么的。但是在岸上啊，你看这些游船啊，就看起来特别的漂亮，特别是他们每艘船上还会有1到2个灯笼，这些灯笼就点缀在其中，就特别好看。晚上游走在惠安的街上啊，这个真的跟丽江的感觉是一样的。
远处呢也会放着一些音乐。在这里的游客现在中国人特别少，韩国人特别多。虽然这边现在游客众多，但是我觉得惠安还是一个非常推荐你们来的地方。它有一种非常放松的、非常度假的一种氛围。加上几百年前呢，华人在这边扎根，有了太多这边中华文化的痕迹。它这1到3个人一艘船是15万，15万就是人民币的45块钱。而且问他问了，他是不可以拼船的。买了一张票15万，然后买了一个蜡烛，这个蜡烛是讲价讲来的，一共是3万，也就是人民币的6块钱。现在我已经坐到船上来了，慢慢的游这个秋蓬河。哇哦！我们现在来放这个水灯。这艘船上就我一个人呢，包船。现在从船上看岸上这些建筑，别有一番情调。这些岸上来来往往的人。惠安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你来过了之后会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地方。不管是它的建筑，煌煌的建筑，还是这几大华人会馆，或者是这里的华人，都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这个地方可以算是多国文化的一个融合，它有中国文化，也有日本的，又受法国殖民的一些影响，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糅杂的一个存在。越想越不对啊，朋友们！我觉得我刚才有点冤种啊，朋友们！一根蜡烛，一张纸，居然是9块钱，我是不是被坑了？因为你到了这个类似景区的地方啊，你的人的对于物价的感觉啊，自然而然会提高。45块钱的游船体验之旅就此结束，一共是20分钟，大约200米左右吧。其实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游客，而且呢，我觉得性价比特别不高的一个项目。广肇会馆就是来自广州的华人建的一个会馆，里面有几个字啊，国泰民安。晚上的惠安古城又是另外一种风情，灯笼都亮起来了。惠安呢又叫做灯笼之城。特别好看，特别是跟他们这个建筑结合起来。哦，这个是惠安出名的莲花冰，咱们也来买一份尝尝。上面有一片莲花的花瓣。哇，巨甜啊，朋友们！除了甜味，我没尝出什么东西来了。这玩意就好看，一点都不好喝。虽然这边已经很商业化了，但是我觉得，起码它这里的老建筑啊，是真实保留下来的老建筑。好了，今天愉快的惠安古城之旅已经结束了。大家觉得这个古城怎么样呢？我是小林，现在正在环球旅行第11国越南，欢迎大家持续收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